我国无人机近年来的发展如何？其前景又如何？俄罗斯媒体给出高度评价。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了无人机制造领域的领导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已经研制出了数百种民用或军用无人机。目前，具有侦察和打击能力的重型无人机已经普及。解放军各部门已经接收了很多类别的无人机，其中就包含了很多重型无人机。那么，我国重型无人机的发展与前景又如何呢？俄罗斯媒体给出了他们的看法。据俄罗斯网站报道，根据公开的数据表明，许多中重型无人机已经在中国海军、陆军以及空军中服役。据了解，中国解放军中至少有数十种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正在服役。虽然说这些无人机的任务和工作条件不相同，但是不同类型的部队可以使用相同的设备接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随后，俄罗斯媒体列举出了较为出名的几款中国无人机。彩虹系列无人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它的第一台原型机 CH-1 于2000年开始研发。时至今日 ，CH-7 无人机则是这一系列最新的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具有隐身以及无尾飞行控制等技术。它的出现将会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具有长航时强突防能力的无人机作战国家。目前，中国 CH 系列的各种型号无人机已经在14个国家或地区投入使用，其中 CH-4A 无人机最受欢迎。翼龙无人机对中国空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由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开发，2011年被中国军队采用。它的第一架无人机的机翼跨距为14米，重达1.1吨，有效载荷为200公斤。第一架翼龙无人机出现后，中国对其进行了5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有它的独特之处。目前，除了中国解放军之外，有8个外国军队使用了翼龙1无人机，有6个国家购买了较新的翼龙2无人机。由此可见，我国的翼龙系列无人机也备受外国军队的青睐。中国方面在开发了许多新项目之后，已经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未来，中国的无人机市场前景将会更加广阔。总的来说，中国在无人机领域中的发展方向已经引起了人们非常大的兴趣。中国的无人机行业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精力开发新的技术，并且还处于领先地位。显然，这种过程并不会停止。由此可见，俄罗斯媒体给我国无人机领域的一个高度评价。不得不说，近年来我国在无人机领域中的发展确实很快。相信今后我国能够制造出更加先进的无人机，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美高官妄言中国的计划是在2035年后在军事上追上并击败美军，其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何说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根本就不屑呢？12月9号，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在会议上再次对中国合理的军事发展布局大做文章，甚至声称中国在经济实力强大后正在投入大量资源在提升军事实力上，并且中国计划在2035年追上美国，而且还以本世纪中叶武装冲突中击败美军为目标。这样看来，美国人似乎认为中国再过15年，其军力就能追上美军了。但很显然，美高官是在捧杀我们，目的还是在于渲染中国威胁论。真正值得注意的点，并不是中国在军事上投入多少资源，也不是中国军事力量提升多少，而是美国人对中国军队以击败美军作为目标这种说法才是其心可诛。为什么这么说呢？解放军建军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并且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地区稳定的任务，从来都不会去想去哪国军队一较高下，也不想去成为全球最强以及世界警察。美高官的妄言无非就是想把我军打造成邪恶化身，然后彰显他们的正义。但是我们可不会真的上套。但如果哪一天中美真的爆发军事冲突，原因也一定是美军正在做着损害我国主权或者伤害我国人民生命安全的行为，就像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所做的那些事情一样。而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别说等到2035年，或者是说本世纪中叶，就算发生在下一秒，我军也一定是以击败美军作为目标。而且客观的说，我军真的要等到2035年后才能追上并击败美军吗？用事实说话，那就是
我们在70年前就击败了美军，并且在那个时候，中美两国的军力装备差距要比现在大得多。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我军凭借着保家卫国的决心，仅一战就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如今70年过去了，中美两军的差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而且当前我们击败美军最重要的武器保家卫国的信念依旧完好的保留了下来。至于今年美国是个什么状况，想必也不用我们多说了。至少在军队上，我们的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受14亿人民的信任，这一点美军可办不到。至于说我们的目标是击败美军，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屑，因为我们在70年前就能办到了。如果敌人不信邪，我们现在照样可以办到。近日，美军发表关于中国海军自2005年到2020年来的变化。中国海军有哪些进步呢？又有哪些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据美国海军研究会报告，近日美国国会出台了一份对中国海军近15年来变化以及对海军影响力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列举出中国海军在2005年到2020年这15年间各式舰艇数量的变化，以及与美国海军的对比。而从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同时也看到了我国海军的进步之处。美军报告显示，这15年间我国海军增加了117艘各类军舰，而美军仅增加了5艘。而且这段时间中国海军在军舰数量上实现了对美国海军的逆袭。在2005年的时候，美军拥有291艘军舰，中国仅216艘，比美军少了75艘。到了2020年，美军拥有296艘军舰，而中国军舰数量达到了333艘，比美军还多了37艘。此外，这段时间我国海军还有更大的新型军舰加入其中，比如说增加了2艘航空母舰。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巡洋舰这一栏，我们在2020年之前都是数字0，到了2020年变成了1。这个巡洋舰很可能就是指我国的075型2栖攻击舰。当然，我们看到这份报告也不能只是报喜不报忧，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海军军舰数量虽多，但却依旧有着一些短板。比如说，这15年来，我们海军舰船数量最主要的增长点在小型护卫舰以及导弹巡逻舰这些小吨位的船只上，两种类型舰艇增加的数量加起来超过了我国海军军舰总增长数的一半。这里的小型护卫舰指的就是我国的056型护卫舰，排水量在1400吨左右，而导弹巡逻艇应该就是指的022型导弹艇，其排水量仅为220吨。这两种类型的船只主要都是担任我国近海巡逻任务。此外，我们还发现，在2010年后，022型导弹艇就几乎没有增长，而与之相对的就是056护卫舰爆炸式增长。这也说明056型护卫舰属于022型导弹艇的替代品。但这两种舰艇作为舰船增长的主力，也恰恰说明我国海军这15年来主要还是在加强近海作战能力，离我们心中的蓝海海军尚有差距。因此，虽然从数量上看，我们甚至能超过美国海军，但别忘了，美军拥有11艘在役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要追赶美军的话，依旧是任重而道远。不过，相信今后我国未来军舰数量的增长点将会在更大、更先进的军舰上。都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此话当然不假。客观了解我国海军的现状，并且做好规划，努力打造一支蓝海舰队，这也将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我军最后一批物资成功送达西南边境，边防战士已经做好过冬准备。反观印军仓促无准备，为何我国后勤能力这么强？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近日我军驻藏部队的运输车队赶在寒冬来临之前，将最后一批多达1000吨的物资顺利送达边防区。至此，我边防军已经收到充足的过冬物资。此外，早在1个多月前，我军边防的保温宿舍就已经建设完成，而且新式保暖军装也分发到位，因此这个冬天对于我边防战士而言恐怕不太冷。不过对于另外一边来说，恐怕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此前一媒报道称，因为高原寒冬的袭来，导致印军内部出现大量伤病情况，一些重病患者不得不依靠空运送到南方治疗。因此前线不仅御寒物资缺乏，医疗物资同样紧缺。很明显看出，印军现在的后勤状况已经很是吃紧了。
虽然说印军没有得到很多的物资支援，不过美国人会用嘴来支援他们。近日，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报告妄言，中印两军今年6月份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是中方的有意预谋，而美国人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事先在这个地区集结了1000名士兵，因此在冲突中占了优势。不得不说，这逻辑就有点感人了。且不说明显是印军先挑事，在自己的边境内派遣边防军驻守，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怎么到中国这儿就是有意预谋了呢？不仅如此，美国人还强行给自己加戏。中方之所以要挑起中印边境争端，一方面是要阻止印度在边境搞基建，另一方面是在警告印度不要与美国越走越近。现在看到中国这边把边防战士的后勤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反观印军被冻得不行，美国人怕是要高呼，我就说中国早有预谋了吧。多年来，我军在经历的大大小小战争中总结出一条经验，那就是战备千万条，后勤第一条。之所以我军能迅速建立起后勤保障通道，就是因为我们擅长在斗争中总结经验。就拿1962年那场战争来说，虽然那场军事冲突以我军完胜告终，不过我们依旧在其中看到了一些问题所在，最主要的就是后勤的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对于西南边境更是如此。在战争开始前，我军就已经认识到了，我们当时在西藏建立的后勤保障设施是无力维持一场持久性的战争，因此我军当时采取速战速决、打赢就撤的战略。一方面是趁着美苏为古巴导弹危机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及时介入的档口，另一方面也是我军后勤跟不上的无奈选择。1962年战争之后，我们意识到西南今后的一个情况，因此开始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一条条公路穿过无人区，一座座高原机场连接内地航线。我们还在世界屋脊上修建铁路，而这就是我们之后能进行快速后勤动员的保障。